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好像最近几个缝纫视频都是在给娃做衣服，有一段时间没给自己做了。那这次呢，想给自己做一条连衣裙。我朋友呢给了我这么一条裤子，这个裤子呢，它的面料是我最喜欢的这种天鹅绒光泽的面料。今天呢，我就想用这条裤子来给自己做一条吊带连衣裙，因为马上就秋冬了嘛，吊带连衣裙的话，春夏可以直接穿，秋冬也可以套在毛衣外面穿。那现在呢，就先来把这条裤子拆开吧。先来欣赏一下这个漂亮的天鹅绒光泽。那首先呢，还是像往常一样，用这个工具把这个裤子都给它拆开。我现在已经把这条裤子全部都拆成这样一片一片的布了。这种天鹅绒的布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有正反的。你看这个布料从这个方向看它是银色的，但是我把它180度转一下，这样看它就变成了深色的。今天这条裙子呢，我想做的颜色浅一点，那我就全部都这个方向朝上，让它偏银色。款式方面呢，我想做的是一个吊带裙，然后给它加点设计元素，就是做一个荡领。那我打算接下来呢，就在人台上打一个板。现在呢，先来看一眼我的人台，当当当当，我的人台还穿着我之前做的这条花仙子公主裙呢。那一会儿我把这个裙子收起来，然后来用这个人台打板。其实呢，我很少用这个人台来打板，因为它的身材呢跟我自己身材差别比较大。不过这次的裙子呢，一个用的是弹性的布料，另外呢，吊带我也不打算做到非常的修身，因为以后要搭毛衣穿，所以呢，我就先用人台来打一个8-9不离十的板，然后可以在上身再调整。那我先把这个裙子收起来。我打板的方法呢，就是首先把布料的上缘给它折回去一截，折回去的这部分呢，就是未来衣服的里衬。那接下来呢，用珠针把它固定在人台上，然后慢慢的给它整理成我想要的样子。等我对它的这个样子满意之后呢，我再拿可以水洗掉的标记笔给它把外缘描出来，然后呢就可以用剪刀把多余的布料剪去了。这是用人台打的板，那我现在把它对折，然后把两边不对称的部分给它裁对称。前片裁好，那现在来说后片。后片之后要跟前片从这个位置缝在一起。那后片总体上来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长方形，只不过中间留一个开口，未来要缝拉锁用。我就直接拿从裤子上裁下来的2块口袋布来给它们当做后片。那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把它两边跟前片缝在一起，然后中间呢会有这么一个开口，这就是我缝拉锁的地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把后片这个地方跟前片裁成一样的形状。然后在另一边描出之后缝拉锁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要做裙子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把剩下的这3片从裤腿上裁下来的布料，上面曲线的部分都给它们裁掉。一般做裙子呢，我会直接平裁做出1个前片2个后片，但是因为这3块布的布幅呢，最大的也不够做一个完整的前片，所以我打算把这3块布给它们缝在一起，缝成一个整体，然后在人台上来改这个裙子的版。我把这块布放在人台上，整理成我想要的裙子的形状，然后拿珠针给它固定住，再用标记笔把这个轮廓给它画下来。
按照刚才在人台上调整出的裙子形状，把两边给它们缝起来。现在把上身的前后片给它们从侧面缝在一起。接下来把裙子跟上身部分从腰上给它们缝在一起。这是原本裤子的裤腰，就是有松紧带的地方。我现在呢把这个松紧带拆下来了，然后外面这一圈呢，它就变成了这么长的一个长方形。我接下来呢就要用这个长方形来做我裙子的肩带。首先呢，我要从上面裁出2个长条。把这2个长条这样子给它们对折，然后再给它们缝起来。这2条肩带呢已经缝好了，然后这是衣服前片之前留的窝回来做里衬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把这2个肩带给它夹在里衬和外部之间，夹在这个角上，像这样。另外一条也是一样。然后把这2边缝起来。这2条带子缝好之后呢，那现在把它拽到正面来看一下，看这个带子缝的地方非常的平整，然后呢之后它的领子就是这样的，很自然的一个荡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处理一下这个裙子的毛边。首先把它翻到布料的反面来。我们看这个部分缝起来之后呢，这一边自然的它就翻回来了，那我们就按照它翻回来的这部分给它窝回去，这样子缝起来。拐角的部分呢要做剪口处理。接下来把这2条肩带打一个交叉，缝在后背合适的地方，然后在后背正中缝上隐形拉锁。最后把裙子下摆这一圈的毛边都给它窝回去缝起来。那今天的旧衣改造就完成了，一起来看前后的对比吧。